欢迎收听这一次的深入探讨。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哦，你的电脑下载资料夹是不是也像个灾难现场？还是一堆手机截图的收据，想到要报账就觉得头很痛？那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有个 AI， 你不是跟他聊天，而是可以直接跟他说，帮我把这个资料夹里的所有收据整理成一张 Excel 报账单，然后你就去泡杯咖啡，回来事情就办好了。这不是科幻小说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Anthropic 公司推出的新功能 Cowork。我们这次看的资料还蛮有趣的，有像 Techlo、ZDNet 这种科技媒体的快报，也有 Product with Attitude 这种挖得非常深的产品分析。我们甚至还去翻了 Reddit 上第一批用户的热烈讨论。所以这次的任务很清楚， Cowork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不只是另一个 AI 聊天机器人？还有最重要的，这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你这个开场就点出了一个核心啊。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一个我们谈了很久，但现在才真正发生的转变，就是我们正从辅助型 AI 走向自主型 AI。辅助型到自主型。对，过去的 AI 比较像是你的助理，你问他问题，他给你建议，但最后动手的人还是你。现在不一样了，你给 AI 一个目标，一个资料夹的存取权，他自己去规划步骤，自己执行。你下班了，他可能还在你的电脑里加班。哇，还在加班的 AI 同事，这个形容很贴切。这不只是工具升级，这可能是一种全新的人机协作关系的开始。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 ，Cowork 到底能做些什么？听起来很强大，但具体来说呢？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它目前只在 macOS 上提供给 Cloud Max 的订阅用户，费用还不便宜哦，大概在每月100到200美元。对，它的核心用法非常直观，你授权它存取电脑上的一个特定资料夹，然后就像跟同事说话一样，用自然语言交代任务。OK， 授权一个资料夹，然后呢？比如说，除了你刚才提到的报账，你还可以把整个乱七八糟的下载资料夹丢给他，跟他说，帮我根据档案类型和内容分类，重新命名，然后放到对应的专案资料夹里。他就会自己去读档案，判断内容，建立资料夹，移动档案。哇，这听起来比单纯整理收据又高了一个层次耶。那像写报告这种事呢？如果我的笔记散落在好几个 Word 档跟 Text 档里，他也能处理。你可以跟他说，把这个资料夹里所有关于 Q3 市场分析的笔记整合成一份报告初稿，用专业的商业格式呈现。Anthropic 官方自己就说，用 Cowork 的感觉更像是留讯息给同事，而不是来回沟通。哦，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叫 Cowork 的原因。他想扮演的角色就是你的同事。没错。但是听起来风险很高啊，直接让 AI 动我电脑里的档案，万一他会错意，把我的报告删了怎么办？这跟在聊天视窗里得到一个错误答案，那个等级是完全不同的。你问到关键了，这就是它跟传统聊天机器人根本上的不同。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代理能力 （agency）。代理能力？对，它不是在浏览器的沙盒里面生成文字给你看，它是真的可以在你的档案系统里读取、编辑、创建，甚至删除档案。这背后是基于一个叫 Cloud Agent SDK 的开发工具，其实就是他们给开发者用的 Cloud Code 的核心。所以等于是说 Cowork 是把一个非常专业甚至有点危险的工具包装成一个一般人也能用的产品。就是这个意思。而你提到的风险，恰恰是他们花了最多心力去处理，也是使用者最需要理解的地方。原来如此。不过在我们深入讨论风险之前，我看到一个更有趣的点。Cowork 的诞生好像完全是个意外耶，它并不是那种在产品路线图上规划了2年的专案。没错，这是我觉得整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Product with Attitude 那篇文章有深入分析，Cowork 的前身其实是专为软体开发者设计的工具，叫做 Cloud Code， 用途很明确，就是帮工程师写程式。但 Anthropic 的工程师 Boris Cherny 很快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完全不务正业的事情。不务正业，比如说
比如有人用它来规划全家的假期旅游，从订机票到排行程；有人用它来制作给客户的简报，还有人用它来整理塞爆的 email 信箱，甚至自动取消订阅电子报。等等，用一个写程式的工具来取消订阅电子报，这也太有创意了。我还看到更夸张的，有人用它从坏掉的硬碟里救回婚礼照片，还有人用它来控制家里的烤箱。控制烤箱是怎么回事啊？这听起来有点失控了耶。哈哈，对，是不是就因为这些疯狂的用法，他们才意识到这东西的潜力远远超过写程式？完全正确。那个控制烤箱的例子，虽然听起来很闹，但对产品团队来说，这一类超范围使用的行为简直是黄金信号。它告诉你，使用者发现了你的产品一个连你自己都没完全意识到的核心价值。所以 Cloud Code 的核心价值不是写程式，而是代理与自动化，也就是在你的电脑上自主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所以 Anthropic 做了一个极度聪明的决定，他们没有去纠正使用者说，嘿，这工具是拿来写程式的，而是反过来，他们选择移除所有障碍。怎么移除障碍？他们把那个很复杂的终端机界面拿掉，简化了所有设定流程，然后给它换上一个一般人听得懂、不会被吓跑的名字 Cowork。哇，所以他们等于是顺着使用者的创意，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就是这样。那这整个过程，从发现开发者不务正业到 Cowork 这个产品正式上线，花了多久啊？这就是接下来最让人跌破眼镜的地方。根据报道，整个过程从概念发想到产品上线，只花了大约10天。10天？你说10天，这太夸张了吧？一个正式的商业产品从无到有只要10天，这在传统的软体开发流程里根本是天方夜谭。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答案就在工具本身。开发团队回报说，他们主要是用 Cloud Code， 也就是 Cowork 的前身，来完成 Cowork 绝大部分的工程工作。哇，所以这是一个活生生的 AI 打造 AI 的案例。没错，这件事证实了好几个重要的趋势。第一， AI 辅助开发不再是理论，而是可以实实在在打造出商业产品的现实。第二，也是更可怕的，当 AI 开始建构 AI 时，开发周期可以从几个月直接压缩到几天。我看到 Anthropic 内部有个数据说，他们的工程师在60%的工作中会使用 Cloud， 生产力直接提升了50%。更惊人的是， Cloud Code 这个工具本身大概有90%的程式码是他自己写出来的。对，这就是我们在2026年所说的加速度 acceleration。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现在 AI 领域的竞争压力会大到令人窒息。它形成了一个递回循环。递回循环，一个 AI 系统正在帮助人类建构一个更强大的 AI 系统，然后那个更强大的系统又会回来建构下一个更强大的系统。能掌握这个循环的公司将会以竞争对手完全无法理解的速度前进。这也让整个产业的焦点完全转变了。2年前，大家还在比谁家的聊天机器人比较会写诗，现在的战场已经转移到谁能打造出人们真正信任的自主代理 agent。好，信任这个词又出现了，这听起来确实是 Cowork 最大的挑战。就像我一开始担心的，它聪不聪明好像已经不是首要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敢不敢把家里的钥匙，也就是我资料夹的存取权，交给这个 AI。没错，而且 Anthropic 在这方面坦白说表现得异常诚实，甚至到了自暴其短的地步。他们在产品公告里花了非常大的篇幅在警告使用者潜在的风险，这在科技产品发布里还蛮少见的。他们提到了哪些主要风险？主要有2个，第一个是误解指令。ZDNet 的文章特别强调，如果你给的指令很模糊，比如你对他说帮我清理一下这个专案资料夹，他可能会误以为清理等于删除所有看起来不重要的档案，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哦不，我看到 Reddit 上就有人开玩笑说，最怕听到 Cowork 删光你所有重要档案后，还很有礼貌地回你一句遵命，你说的完全正确。哈哈，这个画面感太强了。那第2个风险呢？第2个是提示注入攻击 prompt injection， 这是整个 AI 产业目前都还无解的难题。那是什么？
简单来说，攻击者可以在一个你看似正常的档案或网页里隐藏一段恶意指令。当 Cowork 去读取这个档案时，他可能就会被这段隐藏指令操控。操控去做什么？比如指令他去删除使用者桌面上的所有 PDF 档，这非常难防范。哇，听起来更可怕了。那 Anthropic 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案吗？还是就叫使用者自求多福？他们当然有做防护了，他们设计了一套严格的安全架构，核心是一个叫做沙盒 （sandbox） 的机制。有技术分析指出，他们很可能是用了苹果 macOS 内建的 VZ Virtual Machine 框架。所以那是什么？一个虚拟的办公室吗？你这个比喻很好，它就像是为 Cowork 打造一个虚拟的、隔离的办公室。当你授权一个资料夹给他，系统其实是把这个资料夹挂载到那个隔离环境里。理论上 ，Cowork 在这个环境里做任何事，都绝对碰不到你授权范围以外的任何档案。理论上，所以实际上还是有风险。对 ，Anthropic 自己也大方承认，代理安全性这个领域还在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没有人能保证100%的安全。所以他们给使用者的建议非常务实：第一，指令一定要下得非常明确；第二，定期备份你授权的资料夹；第三，要清楚认识到你正在赋予一个 AI 系统真实的、可能造成破坏的操作权限。我认为，这种近乎啰嗦的透明度，跟其他竞争对手整天强调无缝整合、智慧魔法的行销话术比起来，反而可能更能赢得专业使用者的信任。有道理。因为信任的瓶颈，才是决定这类 AI 代理未来能不普及的真正关键。所以听下来，这整个故事从意外的起源到只花10天开发完成，再到信任这个最大的难题。如果我们要帮听众拉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那会是什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标志着我们跟 AI 关系的根本性转变。有一个例子可以完美说明这点。一位知名的产品经理，也是播客主的 Lenny Radisky， 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他过去320集节目的逐字稿全部丢进一个资料夹，然后给了 Cowork 一个指令。320集耶，那很多诶。他下了什么指令？他要 Cowork 分析这数百万字的内容，然后总结出给产品经理的10个最重要主题和10个最反直觉的真相。你知道，这对一个人类研究员来说，可能是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的繁重工作。绝对是。那 Cowork 花了多久？15分钟。15分钟？对，15分钟。而且据 Lenny 说，产出的结果非常精辟，完全抓到了重点。这就是从 AI 助手到自主工作者的转变。从助手到工作者。过去，你需要全程监督 AI， 像个主管一样盯着它。未来我们人类的角色更像是异常处理者 （exception handler）。你把大方向的工作交办下去 ，AI 完成99%的工作，你只在最后做个确认，或者在它出错的时候介入处理。这会彻底改变很多知识工作的样貌，像研究、资料分析、写报告、初稿这些，过去所谓的中间层白领工作可能会被大幅度的压缩。是的。而且竞争格局也完全改变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 ChatGPT 或微软的 Copilot， 它们更多还是被限制在浏览器或特定应用程式里。它们无法像 Cowork 这样直接在你的电脑档案系统里自主执行任务。所以 Anthropic 其实是抢先一步，在定义并占领本机自主代理这个全新的产品类别。所以我们过去习惯用聊天机器人这个比喻来理解 AI， 但这个比喻已经过时了。对。一个更强大、更深刻的概念正在被书写，而我们正亲眼目睹这个过程。所以 Cowork 的推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 AI 不再只是工具，而更像是劳动力的未来。这真的把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直接摆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愿地处理掉你工作中所有那些重复、繁琐但又必要的部分时，你究竟是在授权工作，还是在训练你的替代者？当你最重要的职场技能不再是亲手执行任务的能力，而是如何有效地去管理指挥一支自主运作的数位劳动力时，什么东西才是你真正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